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一笔一画画出的漫画，鹅厂开价1536万购买，公司把我裁了啊不，优化了。CEO 当着全公司的面说我占着茅坑不拉屎，逼我放弃经济补偿金，但他不知道，漫画的著作权人是我，鹅厂想要得从我手里买。这回看 CEO 把头磕烂，我会不会放弃那1536万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人事通知我说我被优化，从公司毕业了时，我整个脑袋都是懵的。我毕业好多年了，后来才反应过来，他们把我裁员了。我以为裁谁也裁不到我。我是公司资格最老的员工，7年前，公司就只有我和董事长孙董2个人。孙董负责找投资、找平台、找员工，我负责出力，用无数个不眠之夜画出了公司现在的爆款漫画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。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爆火后，公司再招了几十个人给我打下手上色。这些年，我兢兢业业，帮公司统筹了50多部漫画，公司规模也迅速扩展到了200人，在漫画界有了一席之地。我正卯足了劲儿扩招画手，想再为公司创作出几本爆款时，公 Sir 被招进来了。公 Sir 是某大厂输送到社会的高级人才，因为公 Sir 的专业是 IT。所以孙董招他来帮我们修电脑。至于公 Sir 是怎样一步步从修电脑修到 CEO 的，我没太注意，只听说他常常和孙董洗脚。公 Sir 为人圆滑，酒量好，年纪和孙董一般大，又是大厂出身，特别有战略思维，一口一个抓手、赋能等我根本听不懂的高大上名词。所以常常出现在孙董朋友圈里，不是在酒局上推杯换盏，就是在滑雪打高尔夫，听说还在帮孙董带孩子。孙董是肉眼可见的喜欢他，他2个称兄道弟，相见恨晚。公 Sir 说公司给他开多少薪水，负责什么业务都无所谓，就希望有一个距离孙董近的工位，方便跟孙董汇报。他说能每天都能看见孙董1日千里，成为2码级别的企业家指日可待，这让他感觉很幸福。还说他这辈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孙董。我是个画手，我这辈子最崇拜的人是伊藤润二。我这人比较冷，也有点社恐，跟人聊天3句不离画画，所以跟公 Sir 说不到一块。就是之前有一天，一个跟我对接的漫画平台编辑问我，你们那公 Sir 上回来我们这考察的时候，自称是你们公司 CEO。 我一脸懵逼，不是啊，他只是运维人员，帮我们修电脑的。我发誓那会儿他真的只是运维人员。第2天我就听说公 Sir 把新招来的实习生聚集起来开会。至于他为什么能把大家叫过来，我觉得是狐假虎威。大家看他和孙董走得近，以为是个什么领导。公 Sir 大发雷霆，一个个的都给我记住了，以后在外面叫我副总裁。后来他真正被任命为 CEO 的时候，还特地走到我面前，双手往我桌子上一撑，陈浩，现在你说我是不是 CEO？我要听你亲口叫我一声 CEO。 我 CEO 麻烦让一让，你压到我数位板了。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给了我一个白眼。我被裁了，在工位收拾东西，公 Sir 大腹便便的带着几个彪形大汉过来，来，你们几个把陈浩的电脑搬了。回头我用自己的 IT 技术加重语气，看看这家伙有没有吃里扒外，背着我们给对家干活。要是被我发现在外头接私活，
这裁员的经济补偿金他不但别想要，还要给我们公司一大笔赔偿。你疯了？你996有时间接私活呀？加班工资1毛都没给过，还赔偿？不是，你这人就这点觉悟啊？人家名校在校大学生都是1分钱工资不要，只求作品能发表呢。你们这些画画的，不是都讲究什么为爱发电吗？你们都什么野鸡大学的？给你们工资是给你们面子，竟然还不感恩。一办公室的人听了都有点骚动，公司似乎也意识到了，都麻利点。谁要是像陈浩一样占着茅坑不拉屎，这就是下场。我统筹出了爆款漫画，我占着茅坑，不仅有拉屎，拉的还是金屎。陈浩，不要以为你来公司早，画火了一本漫画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漫画统筹，哼！统筹不就是指挥别人干活吗？指挥谁不会干呢？可是我真的有在画画呀，这一屋子画手不都是帮我填色的吗？分镜、大纲、故事、轮廓，哪一样不是我干的？就你那水平，换我上也一样啊！我竟无言以对。当天下午，我在公司总群里看到了我的开除公告，不是裁员，是开除。不但没有经济补偿金，而且是对一个人职业生涯影响极其严重的那种开除。理由是我恶意损坏公司财产，把公司电脑的空格键敲掉了。公司说，画手最常用的按键是回车键，回车键敲掉了情有可原，但我的电脑空格键掉了，所以是恶意的。这表达了我对公司的极度不满，彰显了我人格的极度卑劣。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。我手下有个小画手，名字叫吴可，他被我的画工所倾倒，是我的头号迷弟。吴可私下里给我打电话，说公司跟公司里的人都明说了，本来经济补偿金是打算给我的，让我按裁员算。但我离职时的态度太恶劣，太蛮横了，当着一屋子人的面让他下不来台，所以给我整成开除了。公司他是不是傻？公报私仇，这是他干就干了，还在那大张旗鼓地说裁了就裁了吧，我家有的是钱。但公司他这么做事，我就要说到了。我说，吴可，我准备去提劳动仲裁，到时候你给我作证好不好？吴可迟疑了，大处，这不好吧？我知道了。我摁下手机录音，开始套话。没关系啊，吴可，咱们都是漫画公司的员工，我理解你的顾虑，毕竟你还要在公司干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没听清，你能再说一遍吗？吴可捏着嗓子，跟东方不败似的，绘声绘色把公司的原话学出来了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要找个人的错处，还怕找不着吗？你们这些人啊，以后都给我放机灵点，不然我让你们在这行混不下去，我把你们都给开除了。经济补偿金，你们是1分钱也别想要，跟那个陈浩一样。哼，他这辈子别想在漫画行业找到工作了，吃屎吧他。OK， 行了，找错处，那种敲掉公司电脑空格键的错处吗？那抛开事实不论，难道公司就没有半点错处？我就来找一找这茬吧。首先，公司没和我签劳动合同；其次，公司没给我缴社保和公积金；再次，我是被裁，需要经济补偿金；第四，我经常加班，公司得给我加班补贴；最后，我没有恶意损坏公司财物，我何止是敲掉空格键啊，我甚至还用掉了公司的500根笔和10几万张4纸呢。大不了我买个键盘给公司赔了，无故开除我，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，我需要精神损害赔偿。按照我国的劳动法，没签劳动合同
要按每个月2倍工资给我支付，没缴纳社保和公积金，要赔偿我好几个月的工资。正常裁员的话，要给我经济补偿金，如果再算上加班工资的话，那可不是一笔小数。我拿出个计算器，开始加，就算不加精神损害赔偿，也有个80万左右啊！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。买什么车我都想好了，于是我直接提交证据，委托律师申请劳动仲裁。不止如此，我还把前公司的现员工、不久前被裁掉的前员工全都拉了一个小群，在群里直播我的仲裁过程。因为有很多员工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也没拿到经济补偿金，如果这回我能告赢，那大家就集体去仲裁了。这世上应该没人和钱过不去吧？所有证据材料我都齐全，打卡记录我走的时候也已经从公司电脑导出来了。要证明我和公司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，那也太简单了。另外，公司的所有漫画封面上都标有我的大名，就算涂去，我的粉丝们也都记着。劳动仲裁是很快的，5天之内仲裁委就得决定受不受理。我前司收到仲裁通知时，我以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搭理，还会坚挺一下呢，没想到他们当场就慌了。据说内部鸡飞狗跳的，还给员工挨个叮嘱，说此事绝对不能外传。不外传啥呢？劳动仲裁是要上去查查天眼查公示的，一搜公司名，下面的劳动仲裁直接就跳出来了。听说公司知道这消息，跳脚用国骂把我骂了半晌，然后整个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。他神情凝重，如临大敌，到处打电话求人送礼，把他之前上大学时8辈子没联系过的同学都搬出来了，看看有没有人在本市司法系统就职，能不能帮忙把我这个事情压下来。比方说让仲裁庭撤回受理什么的，不要闹大。他咋想的？现在解放也快100年了吧，还以为是什么人情社会，谁一手遮天啊，整得跟黑社会一样，笑发财了我。我趴在非洲热带雨林里，拿着个相机拍黑猩猩的日常生活时，手机响了，国内的。一般这种电话我都会直接挂掉，然后给人家回一个微信电话，毕竟跨洋电话太贵了。当我看见电话号码是公司的时候，我当场就接了。公司在电话里语气是出奇的好，可以想象他此刻一定是在搓着双手，舔着脸笑。公司，小陈啊，你最近在干什么呢？吃的咋样啊？身体还不错吧？我把电话拿了3尺远，你有话就说。其实嘛，也没什么事，我就是想你了。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公司笑，其实吧，就是挺长时间不见你，总想起你的好。明天出来吃饭怎么样？我请你吃蒸汽海鲜。大哥，我6天前刚离开公司啊，你这是比我老婆还想我呀？虽然我没老婆，我是为了劳动仲裁的事儿吧？圆滑的公司没想到我这么直接，愣了半晌。其实吧，咱孙董这个人你也知道，他是个性情中人，情绪容易激动。他是自己丢了笔生意，一气之下说要裁员，不小心把你给放在裁员名单上了。哥哥我也是奉命办事，你别往心里头去。不过他现在也意识到事情办得极端了，又不好意思来向你认错，托我。你要是想回来呢？停！我揉了揉鼻子，你看我傻吗？好家伙，你这是锅全甩给孙董啊！你这么甩锅，孙董知道吗？我已经录音了，一会就发给孙董。公司极尴尬地咳嗽了2声。小老弟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没呀，我来真的。我保持沉默，1秒、2秒、
3秒，公 Sir 的语气逐渐绝望。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你和我有情分，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陈浩，我 X 你妈！我摁下停止录音键，把电话挂了，录音直接发给孙董了。过了有5分钟吧，孙董给我打过来了电话，也没说什么，就天马行空的说他还记得刚创业的时候，他在某绘画网站上看到了我的日常分享，被我的绘画风格所吸引，就找我来洽谈创业事宜。他说他还记得那时候我的眼神是闪闪发亮的，就好像是千里马遇见了伯乐一样。那会儿我当场就说了一句士为知己者死。孙董说他还记得那时候的我们，那一年我才23岁。然后孙董话锋一转，哎，小陈，你说我们怎么就这样了呢？什么叫我们怎么就这样了？我们为什么这样了？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，不要脸。我说孙董，你心里有数。公 Sir 他在公司都干了些什么？孙董他其实一直都知道，公 Sir 他自己没什么本事，到处狐假虎威，还抢功劳，甩锅。要不是我拦着，我在漫画上的署名陈浩都能被他在外头说成是自己的笔名呢，那是我真名。我曾经也给孙董提过一嘴，因为公 Sir 他自己办砸了一件事，把锅甩给我手下一个00后的小姑娘，硬是把人家开除了。我看不下去，孙董当时喝了杯枸杞，是这样回复我的：我知道你们对公司里的某些人看不太上，但是你们要站在领导的角度看问题。第一，不论他怎么鼓捣，事情总归是办成了。第二，领导和他沟通无障碍，对吧？所以这种人领导用了又怎么样？说得很有道理。那我们呢？也是。孙董只尽管发他的财，听他的马屁，谁管我们这些小螺丝啊？我也就没说什么。其实吧，就是我们不重要，我们的利益可以被随时牺牲。怎么样？不就这样了吗？那他孙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之前公司初创，很多手续都办得不全，譬如说没签劳动合同，没交社保公积金，这是后来我跟他提过，他总是打马虎眼，跟我勾肩搭背说咱俩谁跟谁呀？哥发达了还少得了你的？你从一开始就跟着哥哥，你这可是从龙之功啊，哥亏谁也不会亏你。至于孙董怎么想的，我当时想不通，现在也不想通了。总之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孙董沉默了半晌，语气放缓，终于说到重点了：小陈，老公的事我会给你个交代，要不你还是回来吧，就当是给老哥哥我帮忙，好吧？我瞪大了眼睛说：孙董，那可是80万啊！仲裁开庭的时候我没出席，人在美国，刚下飞机，公 Sir 亲自去出的庭。孙董给他的话是：你留下的烂摊子你自己解决，解决不了你自己看着办。律师发给我仲裁庭的开庭视频，我看完后笑的是前仰后合。公 Sir 西装笔挺，头发梳得锃光瓦亮，甚至把他圆圆的啤酒肚都塞进白衬衫里了。公 Sir 见了仲裁员，满脸堆笑，满口的是，头差不多都给削尖了。目光扫到我方时，他脸色黑得能杀猪，估计是憋了一肚子的脏话。没想到我压根儿就不在那儿。半晌，公 Sir 尬笑了一声，左右环顾，陈浩他不会是知道要输了，不敢来了吧？律师有些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：事实怎么样？你心里没点数啊？公 Sir 刚破口大骂了一句我 X， 律师就把录音笔拿出来了：被申请人请慎言，这是劳资纠纷，侮辱诽谤则有可能上升成刑事案件。公 Sir 的表情像食管里咽进了一块热豆腐。仲裁员敲锤：肃静，肃静！
律师当场播放我和王可的电话录音。公 Sir 一听，直接站起来了。王可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羔子，我回去不找个借口把他给开除了，我就不信公，我非得让他在这行混不下去。仲裁庭庭长听了都直摇头，书记员和仲裁员们都惊呆了，气氛凝滞了半晌。仲裁庭庭长敲锤：肃静，肃静！仲裁结果是，我事实充分，证据充足，公司需赔偿我经济补偿金、加班费、精神损失费等，共计85万。如果公司对仲裁结果不服，可以提起诉讼。公 Sir 拿到仲裁结果，向外头走时，两条腿都软了，直接瘫在仲裁庭门口，都着手给我打电话。当时我正在夏威夷钓鱼，手机铃一响，把我的鱼都给吓跑了。鱼标动了，本来以为是一条鱼呢，结果我钓上来了一条王八。拿起手机来看，有86个未接电话，其中12个是孙董的，其他都是公 Sir 的。我提起王八来看，孙董的电话又来了。孙董开口就是：“陈浩，好，这样玩是吧？你要是铁了心想跟我斗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公司能开这么大，那也不是吃素的。我在本市黑白两道都有人，你有几斤几两，你自己掂量着，信不信我弄死你一户口本？”哟，我好怕怕呀，我是真的好怕怕，吓得我顾不上岳阳电话柜，反手就打110报警了。警察叔叔，有人威胁我，想弄死我一户口本。警察叔叔，你们也不想在辖区内出现恶性案件吧？警察叔叔被说，我得也紧张了。你在哪儿？我们现在去找你。美国，因为害怕，所以我跑了。但是我爸妈没有跑，我现在就是特别害怕。对方是大企业的老总，听说有黑道背景呢。你们赶快去保护我爸妈。胡说八道！谁在造谣我华国存在黑道？谁这么猖狂的？我Polly动画孙董，身份证号码 XXXXX。挂上电话，我才感觉没有那么怕了。过了会儿，律师微信给我打电话，说既然仲裁裁决书拿到，那么接下来就走流程了，发函催告公司付款。我说那就走流程吧。我还把孙董的话跟律师说了，律师给笑傻了。律师说：“陈浩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，这咬人的狗啊，它不叫，放狠话的都是纸老虎，吓得住谁呀？”律师直接发函了，发的函很简单：某某公司根据第某某号仲裁裁决书，贵司应付给陈浩先生经济补偿金、加班补助等，共计人民币85万元整，限期3天内将资金打到以下账户，否则将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冻结贵公司账号，查封贵公司财产。我还以为孙董会硬气一段时间呢，毕竟执行难是常态。结果收到函的第2个小时，公司就把整整85万给我打过来了。孙董还给我微信附了一句话：“陈浩，拿着赏你的钱，有多远滚多远。”我乐呵呵回：“好的，老板，谢谢老板。”老板敞亮，眼前鱼标动了，我随手一扬，没扬起来。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发现钓上了一条1.8米的大鱼。我浪了一圈回国，在路上遛狗的时候，看见公 Sir 换了一辆大奔，还扎着一条亮眼的爱马仕皮带，急吼吼地从我身边飙过去，溅了我和狗一身的泥。从后视镜看见我后，公 Sir 特意把车倒回来，摇下车窗向我比了个中指，露出一个不屑的眼神后扬长而去。哥，还有钱换新车？那大概是中了彩票吧，赔了我85万，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，孙董也没收拾他呀，
还这么滋润。六啊，我都怀疑他俩有点啥不正当关系了。过了会儿，王可给我打电话，我脑袋一缩都不敢接，毕竟我套了人家的话，有出卖兄弟的嫌疑。电话响到第3回时，我才颤巍巍接了，一开口就硬着头皮说了声对不起，哥也是没办法。但是王可的语气特别轻快，好哥，你看看你说的都是些什么话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，因为你的事，我现在被公司正式辞退了，我正愁找不到被辞退的借口呢。被辞退你这么高兴啊？哈哈，炸了公司35.8万，包括加班费、经济补偿金。哟，可以呀，我义正辞严。怎么说话呢？怎么能说是诈呢？那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，那是你自己应该得到的。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啊，哈哈哈！感恩大处，感恩浩哥。哟，简直是从语气中都能听出王可的摇头晃脑。王可，但我还是有点不高兴。你看咱们这些人吧，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，公司的核心财产漫画不就是咱们一笔一画画出来的？他公司算什么东西？一根搅屎棍，他居然还发财了。你是不知道，孙董前段时间谈成了一笔大生意，说款项到了给他发奖金，他直接贷款把车都换成大奔了，就等着奖金下来。这社会真他妈的不公平啊！咱不说人家，这世上奇葩多了去了。对了，我现在要开个自己的工作室，你要没安排的话，过来跟我干。王可立正，好嘞，哥，开自己的工作室需要钱，我手头这点钱不够，又不想问我爸要，就想看看能不能融到点资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既然我能画出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，那我应该就能重现出它的辉煌，所以我把目光盯到了我的富二代朋友张弛身上。他据说创业好几年了，不知道现在混得怎么样。不过借钱这事儿吧，我脸皮比较薄，还是不太好意思开口，踌躇了才拨通了人家的电话。没想到刚一开口，他就嬉皮笑脸，富哥，你来啦！富哥，你终于想到兄弟我了。我以为他说的是那85万呢，我就那点赔偿，富啥哥呢？我现在工作都没有了，我还要想着以后干什么呢？张弛，你不知道，你先说说是什么事儿，我再看看我知不知道。我现在在鹅厂当法务，我心里一咯噔，那看起来他应该是没钱了。这事我还真不知道。我审查到了你公司和鹅厂的合同，鹅厂看上了你公司的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，准备花1536万买著作权。我审查完条款没问题就敲章。我发现这漫画是你画的，我跟你讲，内部消息，鹅厂对这事很看重，准备拍电影拍动画。怎么，你公司还不得给你分成几百万呢？要是鹅厂能把它捧成 IP， 你就要名扬天下喽。富哥，义父，这什么时候的事？张弛，1个月前啊，你不知道哦？那我心里大概就有数了。这公司怕不是降本增效，是公司儿真的想把我踢出去，自己包揽鹅厂这项目吧？我还以为他是看我不爽呢，原来是利益纠纷啊！不对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之前刚创业那会儿，孙董看我实在辛苦，也实在敬业，画的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也没有火的苗头，就给我画了点饼，说7年后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这漫画的著作权就归我，和公司没关系了，赚的钱也是我的。没想到我是个耿直波，得了他这话，用了一上午就拟了一份合同，老实巴交敲他办公室门，叫他盖章了。他当时在见客户，骑虎难下，也没把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放眼里，大手一挥，
叫人给我盖了。今年刚好是第7年，这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的著作权是我的呀。看起来他是把这事忘了，但是我记着呀，1536万呢。当时的合同也在我保险柜里放着呀。鹅厂要买，也该从我手里买。1536万呢。张弛，这合同你先别批。那漫画的著作权现在不属于公司，公司没权利卖的啊！还有这等事？那也没见真正的著作权人出来吱声啊！我这不是在吱声吗？那著作权是我的，哥。我把情况简单给张弛描述了一下，张弛尖叫一声：“天哪，哥们，这回你真的发财了！义父，我要是你们孙董，我现在就疯狂请你吃饭，把你灌醉，跟你攀交情拉关系，博取你的同情心，想方设法把你那著作权给骗过来，给你画大饼，承诺你在公司干一辈子都成。我被裁了。”张弛，哥，经历了上回仲裁的事，我现在也学聪明了，再加上准备创业，我自己也学了一点法律。于是我当天狗也不溜了，下午就回去，从保险柜里把合同拿出来，跑到公证处去公证了。公证过的文件具有最强证据效力，法院见了也会直接判的。拿到公证书后，我直接给张弛发了一份，张弛一看，当场就把和孙董的合同给打回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一溜烟的回家去找了我爸爸，叫爸爸给我投资一点钱。是的，我原生家庭比较牛 X， 我爸是本市10大青年企业家，但因为我要画画，不愿意继承家族财产，我爸把我给赶出来了，并且说我继续搞艺术的话，一辈子都混不出什么人样。我不服气，这才出来打工的。现在不要脸的我溜回家来了，1536万，值得我不要这个脸？爸，我出息了，我要跟着你做生意，画画生意也是生意。儿子要带领你们这些土暴发户进军文化市场。我爸不在，我就缠我妈。在我妈的操作下，我迅速从我爸手里拿了一个空壳公司，法人转成了自己。然后我叫张弛帮我跟鹅厂搭桥，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从我这边买，然后我还可以帮鹅厂统筹动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花了2天时间，连动画的样片都做好了，直接发给鹅厂。同时我去法院提起了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的确权之诉，还在著作权网上登记了自己是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的著作权人。我甚至连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的商标都直接抢住了。等我一系列的事情办好，已经是1周之后了。昏天黑地，我连轴转了这么久，最终鹅厂对我的动画非常满意，敲定了和我的合同。张弛那边当场审批通过，红戳戳的鹅厂公章一盖，我当时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就落了地，就等着鹅厂的1536万了。我像个叫花子一样稀里糊涂来到兰州拉面馆，要了一份拉面，坐在外头的小桌子上吃，还给王可打了个电话，只说了一句：兄弟，来大活了，你去找几个人一块儿发财吧。然后挂了电话，开始疯狂吸溜拉面。公司的大奔又从我跟前疾驰而过，溅了我一身的泥。不过我已经不在意了。公司倒回来停车，捧着肥腻腻的大肚子走过来。哟，这不是咱陈大处吗？这是怎么了？这么落魄呀？不是赏了你85万吗？怎么拿去还房贷了？傻逼！我专心吸溜着我的兰州拉面。公司怎么出了口气？现在才知道，在漫画行业乃至整个文化行业，你都找不到工作了吧？年轻人，路还长着呢。我擦了擦嘴，是还长着，不过
我瞟了他一眼，你是没什么路了，牙尖嘴利，不过光耍嘴皮子有什么用？公 Sir 不屑切了一声，也不怕告诉你，孙董已经搭上鹅厂这条线了，给人家事情办成了。鹅厂注资收购公司指日可待。鹅厂收购公司都给的什么价？想必你心里也有数。到时候我们也都是大厂中层了，你算什么？穷鬼！你之前不是说你是某88高管吗？一个大厂就值得你这么兴奋？公 Sir 脸色变了，骂了一声什么，走了。傻逼！鹅厂不愧是鹅厂，给钱就是爽快。合同不过1礼拜，我公司账户上就收到了1536万，开始干活了。最近我前司疯狂裁撤老员工，付出巨额经济补偿金也在所不惜，还招了一大批刚毕业的学生，这对我来说是好事。我直接将老员工全都以3倍的高价挖到我公司了，反正还是话之前那些，也都是我统筹，一切没什么改变。经过我们的努力，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动画片用了短短3个月就做成了，鹅厂领导十分满意，直接定档春节档。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要播出时，孙董还在望眼欲穿地等着鹅厂的合同，实在是撑不住了，他自己去问鹅厂之前的合同怎么说，这都已经3个月了。鹅厂员工也是一脸懵逼，2个月前我不是都给你们通知了吗？这个合同我们不签了，这漫画著作权不属于你们。孙董通知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鹅厂员工直接把聊天记录调出来，是他们和公 Sir 的，说得一清二楚。这个项目不和孙董公司合作了，著作权不属于他们公司。孙董，公 Sir 没和我说呀。鹅厂，这个就不归我们管了。我们通知了贵司的 CEO， 且已经收到了他的明确回复，这告知义务我们也尽到了。孙董气急败坏，当场就打电话问公 Sir 是什么情况。毕竟为了做鹅厂这个项目，报鹅厂这个大数，孙董已经把大学毕业生都招过来，发了2个多月工资了，还给了老员工一大笔赔偿金。是公 Sir 说，那些话随便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能画，没要给老员工那么多工资的。结果公 Sir 电话打不通了，孙董跑下去一问，发现那些大学毕业生根本就没有收到这2个月工资。不止如此，公 Sir 在1个月前以自己要去鹅厂那边考察为名，支领了公司账面上的所有流动资金，失踪了。他跑了，他卷款跑路了。孙董面对着一屋子的00后大学毕业生，心里发毛。00后毕业生？咦，这不是我们孙董吗？孙董，我们工资还没发呢，2个多月了，你再不发工资，我们去劳动仲裁了。反正你公司之前的劳动仲裁挺有名的，对，你们口碑本来就不咋的。卧槽，你们不会是发不出工资了吧？那咋办？没关系呀，公司不是有电脑吗？我们可以把它卖了。不行，那违法，我们要走程序，先申请公司破产，然后再把公司的电脑卖了，发工资，把资本家挂在路灯上。孙董的脑瓜子这会儿是嗡嗡的，本来年纪又大，被这么一激，当场发起抖来。陈浩，你来维持秩序，这些画手都是你的。陈浩是谁？我记得，就是那个劳动仲裁，公司赔了人家85万的苦逼员工啊！孙董宛若被一桶凉水从头浇到脚，两眼一黑，晕过去了。孙董躺在病床上给我打电话时，我正在和员工们开庆功会。我们做的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收视率爆棚，一经开播
便引起了大家的一片叫好。观众们纷纷说是等了很多年了，还原度极高，这是他们的童年记忆。因为我们做动画和鹅厂的协议是3期开的，我们3，他们7，听起来好像不多，但是这动画1个月的流水就有10个亿呀，就30%也能把我们都撑死啊！我的员工到开年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提了一套大平层劳动合同，5险1金，什么都给大家安排得明明白白的。老员工积极做项目，我们积极发奖金，发奖金还不够，我们直接分成。我们包下全市最豪华的5星级大酒店。开庆功会时，孙董给我打电话，声音病殃殃的：“陈老弟呀，老哥哥对不起你，那个老公啊，他不是东西，现在卷了全公司的钱跑了。”陈老弟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怕你灭我一户口本。陈老弟那都是哥哥说的气话，你别往心里头去。老哥哥我呀，最疼你了。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那会你，所以在拿下腾讯1536万合同的时候，想的不是给我发奖金，而是把我一脚踢开，还任由公司儿对我做出那种事，对吧？陈老弟，你你误会了，我是被公狗给骗了。那个你还是回来公司吧，毕竟公司是你生活了7年的家。你那个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啊，鹅厂跟我说，著作权好像我几年前有天稀里糊涂给你写了个条子，转给你了。哥给你说，这东西你们年轻人拿不住，哥跟你明说了吧。因为这事儿，鹅厂把哥这块的合同卡住了。你看，要不你把著作权，要不哥再分你5万块钱，你看咋样？我挎着个脸，哥，你是真不看电视啊？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都播出多久了？你现在还幻想那1536万呢？孙董垂死病中惊坐起，啊，谁做的？著作权不是在你那儿吗？谁做的？我突然觉得这也是个傻逼，跟这个傻逼多说，我也觉得自己是个傻逼。跟傻逼说话会破财，我直接挂电话，然后把这家伙给拉黑了。因为《山海经之妖神传说》以及后来和鹅厂的一系列合作，我这个富二代成功超越我老爸，振兴门楣。我老爸也不再说我是败家子了，我的那么些员工也全部都成了富一代。孙董的公司破了产，公司儿也因为卷款逃逸的事被警察抓住进去了，再放出来应该也就50-60了。孙董因为破产这事中了风，每天躺在床上骂公司儿不是东西，骂我白眼狼，吃里扒外没良心。之前借的民间借贷，3天2头过来闹，他老婆和他离了婚，他瞪着眼睛骂，说是我导致的。骂我的时候居多，骂龚总的时候少。我看是一辈子都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了。不过又有谁在意呢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